你还是没有弄清这盘棋的意义呀。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？张善明他们这些人，只是被利用的棋子。你可以选择吃掉他们，或者是为你所用。设局只是为了亮明身份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能力，然后选择合作。林中军当年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个杀手，动他只会激怒对方。这结果你看到了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？当感情压过理智的时候，我说话管用吗？是我害死了树子。别自责了，自责只能成为绊脚石，让你所犯的错误变得毫无意义。那你说吧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石永川已经有了新线索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那所有的棋子都在警局里，我们怎么用啊？现在还用不着他们。这是给下一个目标的信，你可以看看里面的内容。这些是你早就安排好的？你以为我是干嘛的？曹一文看了季先生给目标人物的信，恍然明白，对于南港码头诈骗案，自己知道的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，而季先生的脑子里装着露出整座冰山的办法。对面的这个病殃殃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智者。展开叶云秀的来信，曹一文就知道这封信是假的，而他也被人盯上。但他感兴趣的是，这个伪造者对自己了解多少，而这封信又让曹一文有了一种忧愁。万一信中的描述是真实的，自己将失去在这个城市中乃至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。麦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再给麦先生来杯咖啡。哎，你这儿有酒吗？好，拿咱们这儿最好的白酒。今天我提前下班。你不说，我也不问，我可以陪你喝到底。慢点。哎，你们家在哪儿啊？我送你回去吧。
走吧。怎么了？不用你送，我自己能行。你行吗？你喝那么多酒。没事儿，出来吹吹风，人就清醒了。你也早点回去吧，啊，走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曹一文，凭着一封信，你就去见那个陈博文，这样很危。信上的字迹确实是叶云秀的，当然，我估计应该是陈博文在接近叶云秀的时候用了什么办法伪造出来的。你好，我叫陈博文。这封信上写的都是真的吗？你说叶云秀真是市长的女儿？曹先生，坐下来，咱们慢慢聊，请。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只有少部分人知道。现在韩市长带着叶云秀回老家，一同祭拜他的母亲。我请你来呢，主要是想谈一下云秀的将来。那就说明陈博文肯定很早之前就知道叶云秀市长女儿的身份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想让我离开叶云秀呗。你怎么说？咖啡。我想我已经把我的身份表明得相当清楚了。接下来说说你吧，叶云秀的学长。看来曹先生不太健谈啊，还是因为听说了云秀的身世太过震惊了。没关系，喝口咖啡润润嗓子。那好，我接着说了。我知道你3年前为什么不辞而别离他而去。不过我所好奇的是，这3年来你去了哪儿，做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对这些事情感兴趣？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，叶云秀到底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对他的爱啊，并不比你少，可是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他的回应。我也知道感情这东西是不能强求的。但是曹先生，如果你是个优秀的男人，并且能够给他想要的幸福，我想我倒是甘愿退出这场竞争。可问题是，你能给他幸福吗？这就要看你对幸福怎么定义。那么曹先生又怎么定义幸福呢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从大学时代走过来的人，我十分了解大学时代的那种憧憬。但我明确地告诉你，那种包裹在理想主义中产生的爱情，看上去十分美好，可是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，则显得脆弱不堪。3年前你遭遇了不幸，失去了家庭，放弃了爱人、
甚至连你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都已经丢弃了。这3年来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我敢肯定一点，一定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。要不然，曹先生何必羞于启齿呢？啊，如果我哪儿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曹先生完全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我。也许有一点我不能否认，在大学时代你可能是个高材生，但是现在的你在我看来一无是处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我的父亲和云秀的父亲呢是世交，我的父亲是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一定不是你脑子里想象的那种躺在父辈的成功中张牙舞爪、吆五喝六的，我十分不屑这样的生活。所以，我留学3年拿到了硕士学位，这次回国就要开办自己的公司，独立创业。我要的是我自己的成功。所以，从各个方面讲，我和云秀都是门当户对的。所以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进行一番自夸的演讲。啊，也许曹先生认为我有点自以为是，觉得我物质，甚至势利。但我说的都是现实。曹先生，我问你，什么叫幸福？我不认为幸福就是那种所谓虚妄的爱情，或者是某个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。曹先生，有一点我可能不会否认，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但是感情这东西，现在在如今的社会是无法立足的。3年前你遭遇了不幸，选择了离开，甚至连告别的勇气都没有。即使在叶云秀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陪在他身边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还谈什么幸福？所以曹先生，如果你是真心的爱着叶云秀，请你离开他。如果你不能给他想要的幸福，就不要剥夺他获得幸福的权利。这封信的内容，我都明白了。你替我把这封信还给他。那曹先生，请问您的意思是？这是我们俩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话，找了个理由我就离开了。不过后来我确实看见韩世贤和叶云秀从伊丽莎白夜总会出来。如果叶云秀真是韩世贤的女儿，那没准陈博文说的话还有点道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说了你也不懂。那……对了，安全屋我是不能再用了，还有这儿，必须得离开。我不希望这件事儿影响到叶云秀。我明白，你不想他跟树，我会给你找一个新的地方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你得帮我一个忙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艾诺西为你做的一切，在你看来都是理所当然。什么意思呀？也是，你早就习惯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。即使你犯了错误，他也会帮你解决麻烦。这次他不顾季先生的反对，帮你对付林中军，甚至用他一直无法面对的伤痛，去引起林中军的共鸣。最后他得到什么？3年前失去亲人不止你一个。你想过没有？也许林中军就是杀害艾洛西父母的凶手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闭嘴！你让我把憋了很长时间的话说完。3天前你和艾若曦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了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是因为他所以才来帮我们？是又怎么样？所以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为了复仇而来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太自我，
忽略别人的感受，但并不证明我毫无察觉。只是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反应。所以你假装视而不见。我不愿意伤害他，毕竟我的心里已经装不下其他人了。叶云秀，你这样对他伤害更大，因为他从你这里得不到任何回应，所以他拼命的付出，甚至有一天会为你牺牲自己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但幸好，在他身边一直有你在。小子，我会正大光明的赢过你，不用你的施舍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用解释，该说的都说了。我只不希望艾洛西受到更多的伤害。你现在对他来说，连做朋友的格都不够。也许吧。说正事儿，下一个目标走访之人已经下好了诱饵，该到收竿的时候了。说吧，该怎么做？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我。配合你？少废话。走吧。说吧，这次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？这次我们的目标叫汤川正雄，表面上是日本的外交官，表面上，那实际的身份是？他实际的工作在上海，是搜刮各种中国的古董，设法弄回日本。难道他就是？对，他就是罗凤林找的人。走访之人提前接触上他，所以伪造他的身份，拦下了大龙邮票。那我们这次用什么身份接近他？你有一副唐寅的真迹，如果价格合适，愿意出手，走访之人做中间人，明天在这里交易。葛先生，能否先让我看看你的画？这个还是等走访先生来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这老头子不会真搞了一副唐寅的真迹吧？唐寅的画只是个幌子，走访之人得到消息，明天会有个贵重的物品送到汤川正雄的手上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。汤川先生在吗？请便。失礼了。汤川先生，您的东西。谢谢。确认汤川正雄拿到手提箱之后，你就离开包间，出去点一份3万鱼刺身。目的是？当然不是让你下单，而是出来给我个信号。走访之人事先调查过箱子的样式，所以备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用来调包。我收到你的信号后，我会亲自把3万鱼刺身送来，所以调包的环节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？对不起，让2位久等。谢谢。你是？我叫陶之然，是新来的大厨兼经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听说汤川先生是这里常客，所以特意过来打个招呼。哦，那小林先生他？小林先生得了旧疾，回萨摩养病去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已无大碍，只是没有完全恢复，想回老家泡泡温泉罢了。就算汤川没有起疑，想在他眼皮底下调包也没那么容易吧？当然不那么容易，但只要我出现的时间准确，机会还是有的。走访之人了解到箱子到这儿之后，会在5分钟之内往这个房间打一个电话，这是我们行动的唯一机会。
大致的过程都明白了吧？点三文鱼刺身的时机最关键，必须确保走访之人往这个屋里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刚好可以到这间房间。对，确认汤川正雄拿到手提箱后，你离开包间给我信号，只有几分钟时间，这是唯一下手的机会。好，汤川先生，走访先生的电话。喂，海关？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大家两位，告辞。好。如果突发情况你感觉处境危险，或者是在走访之人来电话之前无法点餐，放弃行动，不要恋战，让汤川正雄直接接电话，然后用原定的理由取消交易，马上撤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海关的人在外面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周放先生要求我们取消这次交易。哎呀，行，那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哎，等什么等啊？你想，现在海关的人都在外边，我们怎么交易啊？万一被抓起来，您是有外交豁免权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哎，刚才那个姓陶的什么经理，会不会就是海关的人？其实进来是为了打探情报的。哟西，好，我们改日再联系。行，就这样。放心吧，根本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的。你小子别一脸无所谓。如果我确认在走访之人来电话之前你没有点餐，我就会马上撤离。你千万别逞能。如果不按计划来，没有人能在他眼皮底下调包，还不被察觉。知道了。无论成功与否，最后都在3条街外的小巷汇合。季先生说，你已经接触上了下一个目标。他叫胡西斯，是个律师。请问是胡律师吗？啊，阿成介绍我来找您的。哦，阿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赵凯华，赵先生，幸会幸会幸会，请坐。阿成跟我讲，你对现在市里面要修的那个路很感兴趣。是。我听说负责这个工程的交通厅王厅长跟胡律师的关系不浅呐。消息蛮灵通的。是的。你是想通过我打通上面的关系，好拿下这个工程，对吧？胡律师果然是明白人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，二位的酬劳少不了。你晓得的，我是个律师，喜欢交朋友，朋友多了嘛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对吧？是。但是这个王厅长呢，做人蛮谨慎的。他又是政府的官员，但是不会随便跟什么不认识的人打交道的。而且我还听说你赵先生赵凯华名字是中国名字，但是人是日本人，对吧？在现在这种时候，做事情跟日本人打交道，蛮敏感的。我明白胡律师的意思。求人办事儿，当然要带礼物。我准备了点小礼物，还望胡律师替我转交给王厅长。假如是钱的话，你拿回去。这个不要误会啊，不是我不帮你这个忙。钱嘛，人人都有的，
你要是不拿出一点点诚意来，王天党对这个事情是不感兴趣的。你就是把钱给我，他也是要退回来的。那胡律师的意思是，你呢，去搞一点特别的东西。这个特别是指东西是你送，又不是我送啊，我又不晓得你要送什么东西的。这样子，你呢到外面去打听打听，领行情，搞清楚了就来找我，好吧？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去见一个人，有什么消息呢，你就通知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先走一步。好的，胡律师。这位。别忘了吃药。你哪儿去？曹一文和石永川他们打算3点行动，我走访之人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你去干嘛？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这次是直接对付日本人，我怕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自己要小心。我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？事情顺利的话，2个小时之后回来。葛先生，能否先让我看看你的画？这个还是等走访先生来了以后再说吧。汤川先生在吗？请便，失礼了。汤川先生，您的东西。谢谢。哎，大老远我就瞅着像你啊，像模像样的，怎么一直没跟我联系啊？邵氏最近有点忙，真忙假忙啊！对不起，你们朋友，二位慢慢聊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说你跟一个叫叶明珠的关系可不一般呐。哎，一上来就问这个，什么叶明珠啊，叶云秀，人家现在可是副市长韩世贤的女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葛先生，葛先生，这么说来，陈先生和这叶小姐还真有缘分。行了行了，咱别在这儿傻站着了，哎，去那边喝一口。啊，好久没见了，喝。如果突发情况你感觉处境危险，不要恋战，取消交易。应该是周访先生的电话吧？让汤川正雄直接接电话。我来接。等等，还是我接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走访的电话已经打过了，这小子还没下台，果然出岔子了。我们赶紧走。曹一文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刚才走访的电话是他自己接的，然后随便应付了2句就给挂了。他想自己把手提箱弄出来，我一再给这小子强调，让他不要逞能。要是汤川知道手提箱里没有画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调包用的手提箱你放哪儿了？进厨房的第2个碗柜里。 3分钟之后，你给朱继国打个电话，别说话，让汤川自己把电话给挂了。你干什么？不完成任务，曹一文是不会走的。这次我来调包。谢谢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哎呀，真是抱歉啊！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啊，我得自罚3杯。哎呀，真是对不起啊，太对不起了，自罚3杯啊。 哎呀，
哎呀，这日本的酒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满满的3大杯哦！喏，看好了啊！我自罚了3杯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哎呀，我就怕我来晚了，怕你们2位等我等的尴尬，没想到你们2位聊得很顺利嘛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筷子呢？饿死我了都快！哎呀，吃啊吃啊，别客气！哎，快吃！哎，小姐啊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啊？找错人？哎呦，难道您不是马先生吗？我应该是走访先生电话。哦，我去接。哎，开什么玩笑嘛！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不是玄武阁吗？这不是啊，这是朱雀阁。喂，喂。哎呦，那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我走错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我走错地方了，脑子笨死了呀！对不起啊，打扰了，很冒昧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朱访先生吗？喂，喂，哎，这电话里是不是走访先生啊？没人说话。哦，哎，这个奇怪的女人呢？哦，刚才她走错屋子了，她找的是玄武阁。自己要小心。我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？事情顺利的话，2个小时之后回来。站住！我的箱子呢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？快，慢点，慢点！怎么回事？来，慢点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来，他怎么了？哎，来，你起来！他肩膀怎么回事？中枪了！中枪！你个大男人怎么让他中枪了？都因为他！你干什么吃的？水！中看不中用的东西，你什么都干不了！笨蛋！你怎么那么笨呢你？别说他。来，水！啊，已经包扎过了。包扎，那要这，弹头取出来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处理呢。弹头不取出来，你包扎它干什么？快去找狄大夫！快去！快去！哎，你也去！快！别说他们，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了。我没有时间跟你做游戏。说，我的箱子呢？哼，我的东西你也敢拿？你不要命了？说。说什么？那你就永远不要开口了。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。我以为甩掉他了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西西，你起来，走，来帮把手，笨蛋！情况再紧急，中枪的也应该是他们，而不是你。您怎么穿成这样？
要出门吗？你说好了7点回来的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是我的错，让您担心了。您别着急，医生说你的身体不能动气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？药，你吃药了吗？你真是个操心的命，傻孩子。现在要是身体出了问题，我可没时间照顾你。没事，孩子。等李大夫来了，把你的弹头取出来，就没事了。天皇上给前线上的东西，你都能弄丢。不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。我听说Tom Chuan是武家出身，你挑一个好日子，向前线上切腹蝎子尾巴。怎么样了？屋子里的人应该是搬走了。当时这个曹一凡也没给我明确的答复，大概是不愿意相信这个叶云秀就是韩市长的女儿吧。不过这个媒体已经曝光了，她应该有自知之明离开上海了啊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什么意思啊？韩世贤明天就会带着叶云秀来到上海。我是怕万一这个曹一文只是离开了屋子，而没离开上海。你是怕曹一文一旦跟叶云秀见了面，你玩的那些小动作会穿帮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拜托你，盯着叶云秀，千万别让他们俩有碰面的机会，知道吗？我是记者，不是私家侦探。再说叶云秀现在是韩副市长家的大小姐，她要见曹一文，我拦得住吗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拦得住也得拦，拦不住也得拦。我们有君子协议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追到叶云秀之前，你就必须帮这个忙。哎呦，我的大老板，你太天真了吧！在上海滩靠君子协定能完成事儿的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我的报道已经上了头版头条了，我凭什么再继续帮你啊？过河拆桥是不是？你找死！我承认你肖大记者帮了我不少忙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韩世贤身上的秘密可不止他有一个女儿那么简单，明白吗？哎，还没到家，怎么就停车了？韩市长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得和您说一下。啊，您的家门口现在可能已经围满了记者。记者？他们可能是想采访您，还有叶小姐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您和叶小姐的父女关系几天前就已经登报了，这2天记者们吵得沸沸扬扬。唉，这么着，我一个人从这里下车，我去跟他们解释去。你呀，想办法带着云秀啊，找一个什么地方先躲一躲。现在不是让他面对那些记者的时候。啊，云秀啊，不是爸爸啊不愿意面对那些记者，承认你是我的女儿，只是政治上的事儿啊，要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得多。我怕有些居心叵测的人会对你……我明白，爸爸。刘秘书，云秀就交给你了啊。无可奉告啊！对不起，哎，韩市长，他还唱吗？他唱吗？他还唱吗？韩市长，韩市长，哎，你女儿在哪儿啊？
跟上他。是。我不想住在大宾馆，刘秘书，我自己有个地方可以吗？叶小姐所说的地方确实安全吗？我想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的。那好，你多注意身体。这几天我就暂时先住在这儿了。事情一完，我马上过来接你。嗯。